三峡这个车祸是一个大悲剧了哈。那大家都在研究说，为什么这个余姓的这个驾驶人呢，他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然后都说他平常很正常啊，沉默寡言啊，还当过大同的监察人啊，还驻国外的代表，表示这个人也不是那种就是看起来不是那样。就是很莽夫嘛，至少还是一个有受过教育啦，而且有商业经验的人。这里讲不应该这样子啊，就先去研究他到底怎么回家的，说他为什么绕路，没有直接回家，他绕路是为什么？去干别的事呢？还是呢脑筋那是已经迷糊了，所以呢迷路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你看这个从第一现场到第二现场、第三到第四现场这个地方撞一路冲撞那到底怎么回事他是连续违规。不可以进入的时段进入，闯红灯、超速那听说他现在开始稍微稳定一点了。我刚刚看最新的这个报道那5年以前他就曾经冲上人行道，撞倒妈妈跟婴孩所以现在呢15个死伤，5个成年人，9个国中生，1个幼童3个死的这个不幸死亡的人，1个12岁国中生，1个12岁。也是国中生，1个40岁骑机车被撞，还有人说呢，是因为这个机车挡他的路，机车挡了他本来要左转的，因为机车挡到，所以他碰到那个中间的分隔岛，所以很生气，就要追撞这个机车，果然把他撞死了。据说是这样子，一直撞他，明明看到红灯，我还是要撞他，这已经看起来已经很疯狂了嘛？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又刻意绕路，也是不是平常回家的路所以到底是怎么样？有人说他有路怒症，就是上了路就发怒了，有不少立委有那种这个台怒症，上了台就发怒了，就我看到我这地方也看到很多，平常很正常，都非常正常，一上了那个质询台，麦克风一站，摄影灯光一照，整个变了一个人，那声音也上升了8度，哇，整个面目狰狞像在发狂一样那但是呢，有些人是到路上会发怒，所以到底怎么回事那所以他的以前的同事说，他开车就变了一个人。他曾经担任大同公司财务长被外派到泰国、日本以前大同是很大的公司而且是当过监察人。我刚刚讲平常沉默寡言谨慎低调的，他是财务人员。通常有2种人是最低调的那其中一种就是财务人员，不太讲话的。如果你委托一个什么理专的，呱啦呱啦一讲，你根本不敢信任他的，他一定非常保守的，非常非常保守的那另外呢，他说只要手一碰到方向盘，就变了一个人，这蛮可怕的那所以到路上事实上不少这样的人有时候你在等红绿灯，对不对？红灯，绿灯刚亮起来，后面车就开始扒，我都想回来，你扒什么扒对不对？但是算你在路上吵架嘛，就算了。真的很多人就是很奇怪的乱超车等等那或者逼车等等但是这个统治我有点害怕，说全台50%驾驶人都有路怒症，50%，我们开车的5%就很可怕了50%是他们有这个资料是高雄市冈山警分局交通组长范正佳说呢，这个是危险驾驶的原因之一然后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做过研究，50%的驾驶者有潜在的路怒症，平常温温和和的，一摸到方向盘就变了，可能会暴力驾驶、追账报复。所以说，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还好台湾没枪，在美国的话呢，火大下来就砰你了都发生这种事情那现在大家就在探讨这个高龄75岁，你说太老了下修到70岁那另外呢，这个有国民党的委员有些70几岁嘛，说是我也是受害者所以将来还要路考要考 S 型，他说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那没有道理嘛他说这个要去路考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看不过当这个数字是这样就是说从2016到2024高龄驾驶那说呢，这个肇事越来越多人，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嘛，所以这个是看不出名堂的，要看比例好，我们比例肇事比例80岁以上的都不高
因为人也很少嘛。对，而且这个能80岁以上是了不起了，很多人80岁根本不可能了哈，还开车哦。然后呢，65到74岁最多，浅色是65到74岁哦，从6.3%到了10.9%，65到74。那这个75到84在这一关啊有增加，但是呢还好不是太多哈，所以其实哈这个65到74这个蛮多的，那他们而且要不要装 ADAS， 就是先进辅助驾驶系统，说新车都有了，但台湾很多是很旧车，就是我看都开20年还在路上开哈，所以呢那个可能没有哦。那另外呢，说他们这个要考照啊，要加严啊，要增加鉴别度，然后呢，违规的要回头再训练你，哦，然后呢，高龄换照还要辅导你要安全驾驶哈，然后呢，说要把75岁降到70岁，同时维持现在体格检查跟认知功能，还加上啊要完成现场训练、教育哦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如果你高龄你把这个驾照交回来，我给你 T-Pass。哦，就是那个1200块什么那个 T-Pass 北基桃哦，T-Pass 呢给你补助了啊，类似这样哈。那这个交通部长是说你们对高龄哦，现在就扯这个东西哦，有误解了。他说其实肇事最多的不是高龄啊，肇事最多的哈，肇事最多的其实是18到24岁年轻人哦，18到20岁他的肇事比例有16.9%。哦，比例非常高，因为他人很少嘛，只有18到这6岁里面就有16.9%肇事。那成年人25到64岁其实只有64.6%，65岁的上是14.9%。所以你看看比例来讲，哦，他当然人也比较少，这个人少，但是肇事比例非常高。美国的驾驶哦，如果你是第一次开车，男性没有结过婚哦，年轻的保险费特别高，可能高2-3倍啊，因为这是最容易肇事的。这保险公司都要看。哦，不同的年龄肇事率是怎么样？那如果说你结了婚了，年纪比较大了，女性肇事率比较低，哦，那保险费就比较低，好，所以这个它都有一个统计的。还有红色的车子，买红车的人保险费很高。为什么？斗牛看到红色，不是因为那个会买红车的人个性上会就比较的，好不好？李秉颖说，李秉颖医生说，我也是高龄驾驶者。那怎么说这个高龄驾驶者要加严？那偏向的怎么办？也没有什么，要每天要叫 Uber 吗？Uber 也叫不到啊。哦，所以什么意思？哦，等等哈，好吧，我们看一下。三峡北大国小前重大车祸，警方沿路调阅监视器，发现余姓驾驶准备左转国城路时就发生车祸。有人发现，当时在驾驶前方的黑色摩托车女骑士，就是准备接小孩却惨遭撞击身亡的洪姓家长。再仔细看，肇事驾驶自撞分隔岛之后，还能打挡倒车，接着左转往前狂飙，疑似迁怒追逐女骑士，最后造成车辆失控，酿成3死车祸意外。余姓驾驶妻子说，中午12点多，丈夫有打电话联系，说要从苗栗老家回三峡，中途还会先去吃个中餐。按照正常时间来计算，两地的车程大约1个小时，再加上下交流道后，驾驶没有直接返家，被质疑在北大社区绕了20分钟，到底在干嘛？他是说他到休息上会去吃个中餐。然后再回来，一般他都是这样。回来以后，他大概是3点多、3、4点。整起车祸疑点越来越多，如果真的与追逐女骑士有关，还会吃上刑责。如果是为了追他人而利用危险驾驶的方式，那客观的时速这么快的起一刑，那在法院上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的话，还有间接故意，恐怕最后最重的情形恐怕会有杀人罪的问题。事故原因是否不单纯，目击者以及伤者都已经做完笔录，警方还在搜集相关证据，不排除朝着肇事逃逸方向进行侦办。来，蔡委员，这个今天听到这个那个路证哦，看起来是社会安全网大家从来没有去讨论过的一环呐，哈，它变成一种社会潜在的一个危险，而且是在路上。因为大家过去都讨论的是酒驾嘛，哈，酒驾大家觉得说，酒驾上路是很危险的。但是这个情绪不稳的这种人呢，一上车，像我如果来台北，我是不开车，但是我在台中，我告诉你，我没有车，我是哪都去不了。对啊，真的。那你说自己不开车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有点困难呐，哈。那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安全网里头，如何将这种，其实它不是年龄的问题。因为有些年纪大的，他开车缓得很慢，
我每次开车开得很慢，我就站在后面，你真的要很有耐心的去等他，你又不能去扒他。所以有时候就是开车，你变成是要修身养性，要修身养性。所以刚刚那个李秉宇医师讲的，就是说高龄可能不是问题，因为高龄我们现在进入高龄年龄化了，65岁人口很多，那必须自己开车的相对也很多，但是他肇事率并不是最高的。年轻人他可能就比较冲动，他可能刚有驾照，其实是没有经验。刚拿到驾照的时候上路，我觉得那个会肇事会多，是因为他比较没有经验。再来就是前面跟后面要有追撞，常常就是有些车子你开在高速公路上，我突然间像我今天开的车子要去坐高铁，突然间就有一辆车从我前面呼过去，你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它已经呼到，那又呼到哪里去？所以那个路上变成是一个很危险的路。所以我在想，这个也当然是社会的一环。但是我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友善交通这件事情。过去大家都在讲那个人行地狱，但是都没有讲到友善交通。就是说台北市为什么我刚讲，我来台北我不会去开车。因为我们的公共路网很方便，捷运很方便，然后 U-Bike 很方便，到哪里都很方便。但是除了台北以外，其实你要到哪里，我告诉你都很不方便。但是我觉得台中，我不晓得别的县市直辖市啦，台中有一个政策，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它有一个轿车系统。就是因为它很多都是偏乡，台中市它就有市区是路网比如说有捷运、有公车、有计程车。像我住清水，你要叫计程车是很困难的。以前的台中县对，它是以前的台中县，然后就绕在那里。但是呢，它有个政策，就是说它让你叫车系统，那叫车呢就有一次电话，它就帮你叫车啊，你付的费用呢是你上公车的费用哦，它在偏乡。这么便宜。对啊，它类似那个车呢，大概就是我有对，市政府补贴啊，就类似7人座的那种包厢。那有一次呢，因为外埔很偏僻，然后有个老人家要叫车，他就说他要叫车，我就想说来试试看这叫车要等多久。他真的在15分钟之内会到，蛮快的。甚至你可以预约，比如说老人家可能明天要去看病，但是他不需要叫到计程车，也不需要叫到这种残障的车子的时候，然后他可以事先上网去预约，那他小孩子会帮他预约好，然后呢，他只要走出来哪里？等公车的地方，要公车牌，就是他们家出来公车牌，然后我跟一个阿嬷，我就等他，我说你叫过车吗？他说啊，黑龙湾好心搞我叫好啊，我时间没搞，大概5分钟走出来，走到那个公车站牌，车子真的就准时来。所以他就是把它，我觉得就是说偏乡地方，如果你是一个友善的交通的地方，把这个路网做好，因为其实除了比较都市化、比较集中的公共运输之外，其实其他地方免不了还是要开车。那我觉得年纪大可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从75岁，你就是要做身体健康检查，你就是要重新去路考，重新去教育。我觉得这个还是心理的问题，如何把心理有问题的那一群人把他抓出来，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台湾现在是75岁要考试嘛，哈。不过它有一个就是法律公布以前，民国106年通过法律公布以前就已经到70岁就不考了，除非你有重大违规。所以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好，那批人，因为他法律不溯既往，但那批人现在可能85岁还在开啊，90岁他也可以开啊，也没有他考试，也没有他干嘛。那考试考什么东西啊？一方面眼睛了，你要眼睛哦，就是裸视呢，那眼睛要看到0.6，戴眼镜的话呢要看到0.8，其实蛮严格的很多老人看不到这么远。另外呢，就要你深蹲，看看能不能蹲下去，能不能踩油门、踩刹车。另外呢，就是要看你认知能力，这我看跟那个他们那个巴氏量表外佣很像。他给你看一个图，有10个这个当心行人，碗啦、瓢啦、钥匙啦、救护车啦、消防车啦、香蕉、苹果啦、铁路平交道啦、牙刷等等，给你看。你就看了，看完以后呢，2分钟以后，120秒以后再问你。你刚刚那个看了什么东西？你要记住啊！记住，这蛮难的。那他这样，好像你只要记得3个就可以，所以你不要记，你一记他就反而忘了。
对不对？你就记得，所以有水果就有苹果、香蕉嘛，那有碗就有瓢嘛，哦，然后呢有车钥匙就有消防车嘛，哦。然后呢，这个有高速公路就有铁道嘛，就是你其实用联想就比较容易。哪那么聪明？不，我看我怎么记呢？就用联想，联想你至少2个，再加一个就3个就过了嘛哈。那另外呢，这个三峡车祸哈，哦，另外叫你画一个时钟，画一个圆，然后呢写1点到12点，写，然后会问你，比如7点30是怎样，你画出来；8点40是怎样，你要画出来，就看你到底这个能力怎么样哈。那另外呢，这个车祸呢是说了哈，如果说高龄换照，如果真的很严格，这个余性驾驶人恐怕拿不到驾照。哦，问题是他5年以前那个还不到75，他就已经犯案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他的太太说，他因为人家说他有心脏病，他没有心脏病啊，他没有心脏病哦。那所以好像有糖尿哦。那另外呢，这个也没有脑部疾病，脑筋也没问题，所以平常身体也不错哦，等等哈。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外面他乱讲一通了啊，就是他有这个病有那个病，其实没有哈。那另外呢，反正大家现在看他的现场的状况啊，分隔到怎么碰撞啊，怎么去冲撞红绿灯啊等等啊。那另外呢，就有人讲说，停红灯一直看后照镜哦。然后呢，现在就很害怕嘛，当然因为停到红灯号，怎么后面就撞车来了？所以现在摩托车这边停都要看后照镜，每个人冲过来哈，很害怕哈。我自己开车也同样看后照镜，后面那个车到底距离多远啊？要保持安全距离，很多车都非常贴你非常近哈。那说呢，他这个开60公里的时候时速，后面有个车要跟他赶快加速到90，后面车还是一副要撞他的样子，换句话后面车就超速嘛啊。那另外呢，这个也很过分。青鸟说呢，这是赖清德520要就职的头一天哈，中国创造的意外，中国大陆要让人民对我们的政府没有信心。国安局说还没接到这个通报啊，哦，他说网络上这样讨论会注意什么？这不乱扯一通嘛？就说呢，因为故意制造一个车祸哦，让赖清德520呢蒙上阴影啊，所以呢中共制造的哦，所以呢吕家凯议员就说呢，这是对受伤的家属是2度伤害嘛？你这扯什么东西呢？哈，那另外呢，这个说呢，这个民进党的吴其民委员的办公室主任叫林之佑，哦，他一开始就讲，哎呀，他有心脏病了，也不喝酒了，不会有酒驾的问题了，哦，身体因为突然出状况了，哦，他平常呢都为人和善啦，哦，人缘很好啦，还当模范父亲啦，没有不良记录，还都种花种草啦。哦，还有发照片分享给他了，所以这个人还不错了，等等。之前还有人讲说这是侯友宜的庄脚，说怎么是侯友宜的庄脚呢？说因为他有模范父亲，那新北市怎么会颁发模范金给他？一定是侯友宜的庄脚，所以才是模范父亲。真的是，新北市就说侯友宜不认识他，这哪里来都不知道，真的是能够这样子乱扯。我们的网络真的是已经到了，真的是啊，这个造谣这个是无法无天的地步了哈。那好吧，所以呢，这个现在他的助理发生问题的，所以他说要共同为伤患祝祷，给家属温暖啊。那的确哈，大家你看哇这么多花啊，然后呢这个贡品啊什么哈，就摆在一地哈，因为表示大家真的觉得是不忍哈。这个尤其学生合估嘛，上个课下个课就这样的情况，我们看一下。新北三峡严重车祸，既然有网友在社群平台上影射是被创造出来的意外，都是中共协力者自导自演，扯到什么中共又是中共同论，或是说又是青鸟，或是说这是一个阴谋论，或是说要蓄意谋杀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必要，而且对家属都是造成2度伤害。夸张言论让议员都摇头，高声疾呼别再对家属造成2次伤害。包括事发当下有里长缓颊，肇事的78岁余姓老翁是模范父亲，不太可能是酒驾，盼外界给予空间调查。新北市议员李宇翔痛批根本是杀人罪，社会局表示立刻取消模范父亲头衔。我个人认为用杀人罪办他都是应该的。今天这件事件造成3死12伤，他这个模范父亲，你要不要把它摘掉？这一块应该在区公所的部分，他有依照这个要点相关去做相关的一个查询。而高龄交通事故问题不是在新北才有，在台北市高龄驾驶回训人数，2024年只有84人报名，今年更惨，只有21人报名，形同虚设。因为他没有强制，所以也没市场。没有强制。对，没有强制，没有市场，所以我开这个班
有可能等来的就是没有人。所以我与其浪费这个资源在那边等，不如我就不要开。所以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说我个人是觉得先鼓励，但我心中真的想的是要强制。台湾交通乱象需要全面性通盘检讨，才能摆脱行人地狱的标签。赖佳宇。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凸显大家对于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视之外，也是大家对于高龄长者开车开始有一些疑义。但是我觉得不需要对高龄者有歧视，因为像日本他们是75岁以上，他们就是每3年要做认知测验。那昨天大家也检讨说，台湾的这个高龄的换照的测验是不是流于形式化？我觉得这个可以检讨。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交通事故主要的问题还是来自于第一个道路安全的设计，还有整个的这个包括速限等等这些问题，有没有办法用交通设计的方式去落实？这个可能是长期来大家在检讨我们交通事故的时候被忽略的一点。所以最近我们很多道路设计的改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为了要用这个交通的安全的设计来去减少发生这个交通意外事故的主因。那我觉得这样的设计才是能够真正有助于去改善。另外一个就是驾驶人的这个交通安全的教育跟这个驾驶人的心理状况，也是这一次被检讨的主因。因为其实这位余姓先生，大家也都知道他很多人的评价就是平常看起来重花重草，或者说态度很温和，但是一旦开车就变一个人，所以大家开始讨论这个怒路症。那这个不是只是发生在高龄长者，年轻人可能也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才是大家要去重视的另外一个交通安全的主因。那我觉得对用路人来讲，当然用路人的安全自身在交通习惯上，可能也是在整个交通安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透过这一次的事件，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零事故的交通愿景。虽然政府一直在讲，可是不是嘴巴说说而已，这个其实需要很多层面的配合。从刚刚所说的道路安全的设计，从用路人、从驾驶人各方面的教育，从小的做起，这些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政府要做的，当然就是从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很多人之前讲说，日本小学生过马路的时候都会举手，然后这个对这个驾驶人这个鞠躬等等。那驾驶人看到行人的时候呢，也都会礼让停车等等，这样互相的尊重跟交通安全的落实，才能够有助于真的改善这个交通问题。赖世刚，这到底是个案还是通案？看目前为止看起来就是个案的几率比较高，所以如果因为个案去对于高龄驾驶这部分是可以多关心、多关照，但是不是就一概的取消？比如说某75岁以上的这些换照等等，我觉得这是2回事情啊。那第二个。教育是一回事，你到路上是另外一回事。我在教育每个人都要守这个知道红灯不能闯，但有的人呢开车就很猛，看到黄灯呢赶快闯过去，所以到了路上就是原本和蔼可亲的人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因为整个道路状况可能让他的心情非常烦躁。所以我觉得对于高龄长辈我觉得心情的认知的这种部分的一些判断。我觉得可能比他自己肢体上面四肢是否灵活，我觉得来得更重要。所以，我们各县市在这种认知方面的换照的部分，我觉得监理所要再花点时间。再来，你既然国安局都知道说网络有这种什么假造啦，说这个东西是中国大陆刻意制造的，送给赖清德520贺礼，去抓呀！我觉得这种为什么不抓起来？我们的网络警察查这个东西查得很快。要让这些网络上面造谣的人知道，造谣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能够什么事情这种随便造谣讲一讲之外又躲在幕后，对于整个社会或对这个网络上面就会造成一个另外一个程度的认知作战我觉得这个国安单位、网络警察要把这部分把它再抓起来。再来第3个，我们现在各县市政府对于高龄这个把驾照缴回去的相关的这个奖励措施不够。以台北市来说。你把它交回去之后，就给你一些文宣品一些纪念品，不够。那我建议交通局他缴回去之后给他2000块，1年2000块做计程车的这个代金，就像好运专车一样，就让这个孕产妇在这个期间，孕产妇期间，她可以免费去做好运专车。同样的，这高龄者把驾照缴回去，他有行的方面的这个需求的时候，我这1年鼓励他，我2000块给你做计程车。这相关的这个费用呢，市政府来做补助，因为这个人数并不太多。以台北市来说，以这样去年这样子算的话，大概只要60万，只要600万，它就够了。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要有一个鼓励机制，让长辈知道说，你可以用计程车的方式，因为有些长辈也不太习惯搭这个
公共运输，或他住的地方也远，像我们这边有住北投的士林的比较偏的地方。车子真的，他假日公车还没有，1小时才一班，他也习惯自己开车，所以要考虑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要有个制度来弥补这些偏远地区的长辈行的部分的安全。我觉得对年纪大的人哈，那要注意的是他反应啊。对因为年轻人有时候反应会比较慢哦，该刹车他比较慢啊。就像酒驾为什么要抓酒驾？觉得反应比较慢，所以对年轻人最重要的是他反应啊，这是一个。但是呢，那个路怒看起来是很可怕的，路怒就不分年龄了。有时候越年轻越怒越暴躁所以在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将来这个在笔试，除了笔试以外，有没有办法请心理专家、医生设计这东西来测这个人的个性有没有问题？假如真的有路怒，刚刚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说是50%，从里面抓到最严重的5%就好了。你不可能50%都不给人家驾照，最严重的5%不只有汽车，摩托车。我常常有一次我开一个摩托车，嘣在前面撞车了，嘣摔下来了那旁边还有人拍手了，所以你看看，活该。不，那是倒霉吗？那是如果撞到别人，别人不倒霉吗？那他自己因为撞到了，那也就算了，他自己害他自己。但是像这种都是有问题的，就晚上那个飙车在那边搞，我觉得那个个性都是有问题的。像这种，就是说你在能不能找到一种测验能够测出来，他这个是有问题的，那就先把它排除掉，要观察或是观察到底有没有问题。另外呢，对于年纪比较大的他还有一个测个东西。就测你的什么身体好不好，对不对？如果你没有通过，没有关系，就是刚刚的什么记10个计量，你如果到医院拿一个医生的证明，说你是中度失智以下的，就给你了。这我看有点害怕，中度失智还可以开车，中度失智，理论讲你轻度失智都不能开车了，你失智还开什么车呢？中度失智就可以了。那不行我觉得这个不行，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我看了觉得哇，这好像是变成一个漏洞。需要再回来。对。